各位，今天我要问一个很危险的问题，听清楚哦。如果神的恩典那么大，无论你做错什么，他都能赦免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一点，继续犯罪？哇哦，这问题很炸裂，对吧？有人心里暗暗想，这样不错耶，犯错换恩典，越多错误，恩典越多，这交易划算啊！哈哈哈，这就好像有人说，既然健保那么便宜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多吃炸鸡，然后进医院让政府帮我付钱？兄弟姐妹，这是什么逻辑？罗马书6章1到2节，保罗直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这句断乎不可，如果翻成现代语气，大概就是想太多了，不可能，或是台湾人会说，你脑袋进水了吗？保罗接着补一句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意思就是，你都说自己脱单了，怎么还一直去找前任复合？你明明戒烟了，怎么还跑去便利商店买烟？基督徒跟罪的关系应该是分手、封锁、删除好友，彻底拜拜。第3至4节，保罗解释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哇，这段听起来有点悬，对吗？但保罗的意思超有画面感。受洗不是一个宗教仪式，不是上台打个卡，而是一个丧礼加新生庆祝。想象一下，你受洗下水，就好像参加自己的丧礼，那个老我、自私、骄傲、犯罪的你正式埋葬了，然后你起来就像复活一样，带着新生命走出来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徒不是老我加强版，而是全新版本，就好像 iPhone 不是在旧的 Nokia 壳上加个触控萤幕，而是整个系统大升级。第5到6节继续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有没有听到关键字同钉十字架？这就像说，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不是他一个人承担，而是你我的旧人也被一起钉上去。那个喜欢生气的你，贪心的你，偷懒的你，嘴巴毒的你，通通在十字架上被解决。所以基督徒不是罪的奴隶了，你不需要再被罪操控。好比以前你像手机被绑死在旧电信商的绑约，想换都换不了，但现在合约解除，你自由了，可以选择新的生活方式。第7节保罗说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这句话就是一个大爆点。你知道死人有什么好处吗？他们不会再犯罪，你不会看到一个棺材里的人突然爬起来偷 WiFi 密码，对吧？死人已经彻底跟罪断线了，所以基督徒在属灵里面也是如此，你已经对罪死了，不需要再被他呼来喝去。你可能会问，可是我还是会犯罪啊，是不是代表我还没真的死？保罗的回答是，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不是罪的奴隶，你是神恩典下的新造人。差别就在于，你不再是被罪支配，而是有自由选择跟随神。就好像一个奴隶被释放了，他可能还会习惯性低头，
但事实上他已经自由了。问题是你要不要活出那个自由的样子？有人说，既然对罪死了，那是不是从此我不会想吃炸鸡，不会想生气，不会想贪心？ No， 不是这样。对罪死不是说你没有诱惑，而是诱惑对你没有最终的权利。罪打电话给你，喂，要不要再来一次老习惯？你可以回，抱歉，这个号码已经停用，请联系墓园管理员。各位，罗马书6章1到7节要告诉我们，恩典不是让你继续犯罪的借口，恩典是让你可以真正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保罗不是在给我们压力，而是在宣告一个身份，你已经跟基督一起死过，也跟他一起活过，所以新的你应该有新的样子。问题是，你愿意活成旧的自己，还是活出新造的人？既然你已经对罪死了，就别再去帮老我办复活派对啦。